这是爸爸和妈妈的结婚戒指，你一定要保存。妈妈，不要丢下我！妈妈以后我不要新衣服，也不要新娃娃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妈妈陪着我。儿子，你要听话。妈妈，对不起，你爸爸现在声名狼藉，欠债一身。就算他死了，那些讨债的人不会放过我们母女。你跟着我，是会死的一天。这得先报警还是先送医院啊？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孩子好胳膊好腿的，正好咱们没孩子，讲回去还能跟咱们干活呢。恭喜我的宝贝儿，新设计的服装成为周氏集团最新推出的主打款。来，妈妈敬你。不愧是我的女儿，有我们陈家设计天分呐！是啊。来干杯。也不知道我的妮妮现在在哪里，要是她在，肯定会为妹妹开心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刚才在外头打扫卫生，他突然大叫一声，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，就冲进来。是吗？我先回房。小贱人，老娘把你捡回来，好吃好喝把你养大，你竟然敢勾引我的男人，你真是活得太烦了！妈，是他偷看我洗澡，你不勾引他，他会看你，凭着你就上里上气了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这是什么破东西？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是什么破东西？这是我要参加比赛的衣服，你不能动它。好啊，你还敢跟我动手？我今天不打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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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慢慢挑，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的，绝对绝无仅有。干嘛呢？快，车过来了，快跑！怎么回事？那儿不让买汤了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最近中氏集团在抓防范犯，
我们这些纺织品都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卖了。那没事，我遇着气。哎，等等，我前2天还看见你就准备卖周氏最新季的主打款呢。什么？这个？你知道我在做什么？你竟然偷偷卖了我的设计稿！你说什么呢？我是在帮你啊！你最近有多久没有交生活费了？我一直在帮你瞒着，这事儿要让你妈知道了，她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想到这破画还能卖这么些，这是我要参加比赛用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哎呀，宝贝儿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看你再画一份不就行了？真的是为你好啊！干什么？哎呀，出去！你出去！你再回家什么？卖你几个画怎么了？你再大惊小怪，我把你也卖掉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你这护着那个小贱人，我连你一起收拾。这是我好不容易重新设计，花了所有积蓄才治好的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是爸爸和妈妈的结婚戒指，你一定要保存好。爸爸，对不起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把它赎回来的。你说这是假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可是我爸，这可是蒋松柏大师亲自设计的，你再仔细看看。蒋松柏老师，我可没见过。何况你这个戒指就是个镀金塑料的，还敢来糊弄我？赶紧滚！时机可言。那是我爸爸的礼物，还给我。你哪来的爸爸？你都没人要了。看你可怜，还给你。是太糊弄了戒指，我现在真是放弃了。赶紧滚，赶紧滚，别耽误我的生意。哪里来的土包子？有没有长眼？一行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有周氏最新季主导款式？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跑包犯之一，我现在报警给他抓起来。对，他就是个骗子，刚还拿着这个假戒指说是蒋松柏老师的作品。蒋松柏，妈妈曾经让我向他学习的那个大师，这不是妈妈一直找的那个同款？这是哪来的？是不是又是你仿冒的？爷爷，我现在以为证据这么积极，可能真被他们抓了去。这设计好像不太一样。对啊，蒋老师平反过后，有不少人冒充他的作品。蒋松柏都去世那么多年了，死无对证的，他还真会挑人碰瓷儿。以后这种人呀，就赶紧报警抓起来，都欺负到我们陈家的店里来了。是，大小姐。一行哥哥，我们进去挑选订婚戒指。富婆，下周你不是要代表我们周氏参加设计大赛？怎么了，一行哥哥？不如就用你的设计作品当我们的订婚戒指。我想，就算不是你拿手的服装设计，你也一定可以是冠军。对的。还好跑得快，
也幸好丢的设计稿不是新的，不然就真完蛋了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赚了多少？亲，没赚到。没有赚到就跑过来做什么？我下周就要参加设计比赛了，我的设计稿还没完成。就你那3脚猫的功夫，在地摊上骗骗人也就算了，比什么赛呀？我看你就是故意偷懒是不是？妈，得了第1名，不但有10万块钱奖金，还可以进中视工作呢。10万？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网上查呀。还真是，哼，这也差不多。好，那帮我来洗了。妈，你可不可以预支我一点钱啊？我比赛的衣服都被你给撕烂了，实在没办法。你自己赚不到钱也就算了，还想找我要钱？你吃我的喝我的。我从来没有用过你们1分钱，从小我就没上学，自己自学设计摆地摊，更何况我摆地摊的钱不都给了你们吗？你这是在数落我？我没有，爸爸把我的设计稿都给卖了，应该也有不少钱，就当我先借你们的，等我拿了奖，我一定连本带息的还给你们。你做梦！你得了奖的钱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，居然敢当我！你是有没有眼？你干什么？你把他比赛的衣服都撕了，现在又不给他钱，你让他拿什么去参加比赛？参不了赛，咱们还怎么得那10万块钱奖金啊？好啊！你还敢帮他说话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小燕子勾搭在一起了，所以帮他啊？哎呀，胡说什么啊！哎呀，是不是你们当初卖了我的戒指？我的戒指？谁拿你的戒指？你别自己卖了，弄个塑料在那糊弄我们。不是你们干的，你们怎么知道是塑料？哈？就算是我干的又怎么样？当年要不是我帮你捡回来，你早就死在外面了。你自己的亲妈都不要你，你人是什么好东西？好，你既然这么没有良心，那就给我滚！给我滚！哎，滚！哎呀，滚呀！没事吧？是你？走，我带你去。不去，我要钱，给我钱！你的确没事，你碰瓷儿是吗？小心，参加比赛。啊，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这什么地方？我的房间。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小姐，你别忘了，昨天晚上是你碰瓷儿撞我的车，怎么？现在还想污蔑我侵犯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你是不是想参加周氏的设计比赛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掉的是个……我没有抄袭。我知道，很明显，你的设计比周氏新出的主打款更精致，下半部分也是别出心裁。
你是在原基础上创新的。是我养父偷偷把我画了一半的设计稿给卖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周氏集团新出的产品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如果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而且，我昨晚是被我养母搞破了的，他撕坏了我要比赛的衣服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谁都没有钱。原来如此。想要我信你，可以。只要你下周拿到周氏比赛的冠军，我就信你。江小姐，医生说你长期营养不良，昨晚又受到了惊吓，所以才会晕倒。这是我特地为您准备的营养餐。谢谢啊。先生说您比赛之前都住这儿，先生还特地吩咐我为您准备了几套衣服。住在这里？那他呢？先生平时不在这儿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带人来这里。你要是需要他在这儿，不需要。没想到他一个陌生人竟然对我这么好，这么相信我。麻烦您替我转告周先生，我一定会拿冠军的。Going, the way she moves, she's like a ballet dancer. She's shaking her ass to a new knowledge. I think someone's at the door, but I don't think I'm an answer. Only saying, going. 他竟然来这里！这就是陈家大小姐，据说周大少要跟她订婚了。没想到她也会来参赛，这不相当于冠军内定？就是。周氏集团的最新款就是他设计的，你说这还比什么呀？你不是最新季主打款，是谁设计的？好的，经过我们评委的层层筛选，今天的冠军呢将在这2位的作品当中呈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邀请我们的陈小姐以及我们的江小姐来到台上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来揭晓这2位的作品，到时大家请看大屏幕。众所周知，我们陈小姐一项主攻服装设计，这也是我的设计，对于饰品也是得心应手。现在让我们揭晓票数，488票，哇，这么高的票数，来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没想到我故意出的难题还真被陈书和给解了。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。一共才500票，他就得了488票，这还有什么好比的？大是吧？好了，咱们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揭晓一下我们江小姐的作品，告诉大家，请看大屏幕。好的，这款作品的票数是489票，竟然比陈小姐多1票，就1票，怎么可能？这款设计，难道她就是我18年前走丢的女儿？你走后，这天还那么蓝。如果我那时能再靠近一点。妈，你也来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正式宣布，本次设计大赛的冠军就是这个人，就是最近周氏集团严打的仿冒犯。你们不但让他来参赛，还让一个仿冒品得冠，你们眼瞎了吗？我没有。是，你还敢说你不是？要不要让人现场搜索最新新闻？现在你们还确定这个作品不是他仿冒的吗？这不是我给你的那孔戒指。我让一个仿冒犯竟敢来抢我女儿的冠军！一个靠卖仿冒品来摆摊的，竟然都能跑来参加比赛，
周氏都不查查比赛人的背景吗？就是真丢人。我没有，我就算摆地摊卖的东西，也都是我自己设计的。是吗？那天我还撞到你在仿冒我给周氏设计的最新季主打款。我知道你家里穷，靠着父母卖早点赚不了几个钱，但是也别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偷鸡摸狗的事儿，偷鸡摸狗的事儿，怎么很吃惊吗？那天就让你给跑，我当然得找人好好调查一下你这个骗子。我可不像一行哥哥那么的人，让你骗了就让你来参加比赛。很好，陈叔，你竟然找人跟踪调查，敢趁机勾引一行哥哥，让他开后门让你参赛，那我就要让你好看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看他父母就知道他什么德行，还在等什么？谁是真正的冠军还不清楚？难道真的让一个仿冒者当冠军，让周氏和我女儿成为笑话？经确定江小姐的作品涉嫌抄袭，本次大赛的冠军就是我们的陈小姐的情侣对戒《真爱》。我没有抄袭，抄袭的人是他。这个作品是我设计的，设计稿是我养父卖给他的。一个仿冒者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打你是轻的，就你这种货色，还敢污蔑我女儿？你的女儿？好，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你当初抛弃我的原因。真棒！好吃好喝把你养大，你现在敢勾引我的男人，你真是活的真不愧是我女儿，当然永远都是冠军。赶紧把他抓起来！江小姐，有人举报你涉嫌商业剽窃，现在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这种人就应该赶紧抓进去，牢底坐穿。陆先生，你让我很失望。周先生，我就是冠军，我有办法证明抄袭的人是他，周先生，周先生。好的，刚刚是一场小插曲，已经过去了啊。然后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们的冠军就是我们的陈小姐。来，宝贝，快去领奖。让我们一起来祝贺陈小姐获奖，恭喜，恭喜恭喜！我就上车回家吧。喂，太太，我今天才发现，之前有个女孩拿来典当的塑料戒指，跟林院长的一模一样。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那女孩呢？妈，你先别激动，忘了告诉你，那日呀，我就在店里，那个女孩就是今天差点抢了我奖杯那个仿冒犯江离。什么？妈，你该不会觉得她这种人是您失散多年的女儿吧？都说了，当年我帮你找到那枚真正戒指的时候，那个市面上也出现了很多仿冒品，那个仿冒犯不会就是你？对呀，他不仅是个仿冒犯，还想勾引一行哥哥，他也配？这个奖杯是我的，奖杯是我的，你这个小贱人竟敢抢我奖杯，冠军是我的！你所有的作品都是买的我的设计稿，拿着奖杯不心虚吗？
你有证据吗？别拍！哥，记者都来了，你注意一下千金大小姐的身份。妈，这奖杯本来就是我的，她不是被你报警让警察给抓走了吗？警察，你以为我们会让你报警抓我？我会拿到证据，让你身败名裂。大小姐杀人了，杀人了，大新闻呀！你们别胡说八道！我们何安怎么可能是杀人犯？是他自己冲过来找茬的。别拍了！你倒是真狠！要是陈书和下手再重一点，你就没命了。或者再往上一点，你这张脸就毁了。你的人生都已经被毁了，这张脸又算什么？我才知道您是周氏集团大少爷，周先生保我出来，不就是为了利我？如今我也算递了投名状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周先生毁掉这桩婚事。你很聪明，我喜欢聪明。这样也不用一直感激你，周先生，我们算是正式合作了吧？你怎么样了？你要杀了我女儿！像这种废物，死就死了，闹成这样，估计和周家的联姻也就废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向来可是最疼他的。他那些设计作品，全都是他买的。我就说当年怎么一夜之间他就开了窍了。你宁愿相信一个保猫犯，也不相信自己女儿吗？叫他自己设计一款他自己的作品出来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刚又拿了冠军的天才设计师吗？真是棒，骄傲！你给我闭嘴！您不是要跟他自己亲自设计的作品？那不要！我那骄傲的不可一世的妹妹又开始暴躁，也难怪这新闻都说杀人了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当年我让你帮我找妮妮，你没有做到，我现在绝对不会让你伤害何儿的。这不是艾莉托我找的吗？老板，经查实，那女人跟老公在城里做事特质，无儿无女，戒指确实是你给她捡。把这个戒指拿去做一瓶仿制的塑料瓶出来。典当行典当戒指那个人说啊，他那个戒指是在河边捡到的。我们不是已经报了警了吗？你看，我不是陪你找了3天3夜吗？你放开我！我要去找妮妮，你放开！你还很年轻，你还会有孩子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所以，我现在只剩下何儿一个女儿了，她已经受伤了。我绝对不会放过江离。哟，宝贝儿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快来坐坐。我妈呢？你妈，我去跳广场舞了。我是说完都是走。我电脑呢？写了电脑是吧？你要是求求我，我新学，高兴就给你了。啊，我那个电脑都老旧了，又卖不了几个钱。再说了，你不把电脑给我，设计稿我怎么给你花新的呀？哎呀，你早这么听话多好啊，何必弄成那样啊？你看现在你们在家，咱俩真好。
爸，你先把电脑给我吧，你又跑不掉。好吧。怎么会没有呢？他竟敢对我动手了！我现在就让你好好快活！你操！哎，你们是谁？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走，我。老板，在海边发现摄像头。又不是人。东西在哪？谁也别想走！经理，祝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事情办妥了吗？大小姐，里面除了证据，还有一些其他的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土包子，还敢跟我斗？爸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我陈国明的女儿不能是个废物。尽快抓住周一行刑。想用这些办到我，门儿都没有。你们搞错了，他怎么可能偷拍那个小贱人？是那个没良心的，故意诬陷他的。走。哎呀！那个奸杀的，你怎么这样对我呀？所以你才会那么恨陈书和乔年过去。对，何况他抄袭我的作品，还倒打一耙。周先生怎么会出现在我家？我路过。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，只是证据又没，对不起，又让你失望。你也不是，我还有其他办法。祝我们的小公主生日快乐！舒和漂亮又聪明，是你们俩的福气呀！承蒙周老太呀，之前小女被一个防暴犯设计，还好您出手解决了。舒和这次代表周氏又拿了冠军，之后又和一行订婚，有人眼红，这是正常的。一行能娶到这么有设计天分的贤内助，是我们周家的福气呀！哈哈。这是你设计的真爱，今后就是你们的订婚戒指了。你看看做工
这妹妹啊，这是跟陈叔和同父异母哥哥，除了花天酒地，就是跟陈叔和父母对着干。别失了身份。妈，那个贱人又勾搭上了陈楚望，那肯定是来找茬的呀！别急，妈妈今晚一定会让他哭着。有个逆子带些什么人来？来见家长，当然是你朋友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差点夺冠的仿冒犯嘛。谁是仿冒犯还不一定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这么多客人看着呢，这小王啊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，你别这样。还是我后妈，也难怪我爸为了娶你费尽心机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今天是何儿的生日，客人都在呢。宗老，您体谅。你也知道，我这逆子一直不成气候，不如你们一行啊。亲爱的，你先去个洗手间，别跟伯父。陈书和的房间门上挂着几朵花。这好像不是陈书和的房间，难道我搞错了？这才是当初挂在我脖子上的戒指，不是被我养母卖了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们之前就认识。别打！我的设计图又被人提前透露，难怪还被人诬陷抄袭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。所以你们就趁机鬼混在了一起。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这是什么事情？是你啊，东西拿到了。你是怎么做到让陈楚望对你言听计从？不是周先生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？求求你了，陈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陈少！你刚刚没听他说有女朋友吗？哪里来的土包子，给我让开！我就是陈少的女朋友，很明显他就喜欢我这样的，所以才让你滚，对吧？是你啊，你就是那个被陈书和抢了冠军的可怜虫。周先生怎么一副这么恶的语气？你们在干嘛？ Oh, I could come down to your love, and I could live on more than you thought, when you never have to leave me. 说吧，你要杀了谁？是他们，是他勾引一行哥哥，我才会失了分寸。我带何儿去圣地。慢着，你女儿冤枉了我，我该给个说法吗？我冤枉你？你
明是你趁着我不注意，故意抱着一行哥哥在我房门口接吻。周先生，有吗？我不清楚他在说什么。一行哥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陈大小姐，我是你哥哥的女朋友，你说我勾引你未婚夫，你是觉得我魅力太大呢，还是你哥哥有养出来？还是说周先生这么容易生？行了，一行不是这么肤浅的人。那您的意思是我女儿在撒谎喽？你赶紧带她去包扎。你女儿撒谎也不是第一次了，秦小姐，你敢对天发誓，周氏最新季主打和周氏设计大赛的比赛作品是你自己设计的？怎么？我说的，周老，让您见笑了。今天是小女生日，谁知道她哥哥识人不清，带了这么一个人回来闹事儿。想必周老也知道周氏设计大赛上的事儿吧？这个仿冒者被我们揭穿以后，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样的手段，让人保回来了。恐怕周老和小旺都不清楚吧？您说了这么大一段话，不也是在暗指我勾引了周先生？你们可真是母女啊！少爷，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我这个前妻的儿子，但你也真这样对我女朋友吧？你啊，我的好妹妹为了保住第一天才设计师的名号，一直靠着买他人的画作撑场面。周爷爷，您恐怕都不知道吧？这个逆子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胡说，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证据就在这里。想用这些办法，门儿都没有。这成何体统啊！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怎么了？你们看到了什么？是你画了 U 盘里的东西。我都没见过这个 U 盘，怎么画啊？是你派黑衣人抢走的 U 盘。周先生当时也在场，他知道的。你这是承认你勾引一星哥哥？你跟他很熟？是我太心急了，又被他倒打一耙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其他证据。还真是做的跟我设计的一模一样。别碰我戒指！你知道这对戒指的设计理念吗？这根本就不是情侣对戒，而是母女款。虽然戒指的这一面是一个桃心，但另一面则是妈。你胡说！我设计的就是情侣戒指。所以陈大小姐是太爱自己的妈妈了，才会连订婚戒指都带着她。怎么回事？我只是，对，我设计的就是母女款。一星哥哥，我实在是一时想不到情侣戒指的好创意，我也太爱妈妈了。真是可笑，这种解释你信？我看你才可笑。江离，你之前控告你养父侵犯你，但你养母作证，是你诬陷，现在请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。一行，我没有。你自己现在打开手机看一看，现在网上全是你的视频，现在就是最有力的证据。只要有人点开这个视频，这个视频就立刻会被发到网上。还是爸爸厉害，江离，就凭你也敢跟我斗？赶紧把他带走！是不是你趁着我爸爸？
能看看吗？走，不是要带我去紧急配合调查吗？赶紧带我走！不能带他走！哎，你搞错了，他那个戒指是假的。他脖子上戴的戒指，跟我当年给妮的一模一样。哎，你忘了，我不把那个戒指早就给你找回来了吗？他不是妮。对呀，妈，当初就是他带着假戒指来我们店里典当的。可是挂的链子也是我。哎，那项链很普通，满大街都是，这只不过是巧合罢了。妈，我手好痛，今天本来是我的生日，全被他给搅乱了。他怎么可能是我姐姐？姜维是那个大师蒋松柏的女儿。都说了是搞错了，你还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你是怕你妈找到了更好的女儿，就不要你去会我是吧？爸，不行，这次我一定要搞清楚，不能再错失这个机会了。哎，你一行，今年的生日宴就参加到这里吧，我们走。哎，周老，改天一致登门道歉。陈总，就送到这里吧。我看我们两家的联姻就作罢吧。这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和周家的联姻也被你毁了。江离，你去搞清楚那位姑娘的真实身份，我感觉她和当年的松柏有点像。是，爷爷，我马上就去。等一下，不能带他走。一模一样，连例子都一样。妮，你是我的妮。别碰我！你在怪妈妈，怪妈妈没把你认出来，怪我。你说你是谁？妮，妈妈对不起你。龙生龙，凤生凤。龙生龙，凤生凤。看他父母就知道他什么德行。我可没有陈夫人这样的。是妈妈错了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我要保释他。我又没犯罪，需要什么保释？带我走。我不许你们带她走，她是我的女儿。我不是你的女儿，你的女儿是陈勋。陈太太，还是把手放开吧。陈太太，还是把手放开吧。还没有定罪，就这样扣着我的女朋友，不好。女朋友？我仅代表我的当事人配合调查，以及保留一切追究的权利，并起诉偷安监控以及传播视频。陈太太，如果你真想救我女朋友，你就赶紧让你的好女儿把完整视频交出，并且认罪受罚。周先生说笑了，陈夫人怎么会为了我为难她的宝贝女儿？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啊？我们的女儿怎么可能做这些违法的事儿？怎么这么快你们两个就勾搭在一块儿了？我跟江离是光明正大在一起，你难道没听到我爷爷说吗？我们两家的联姻已经作废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那么喜欢你，怎么可以这么对的？他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我周家的权势？再讲，何况我周一行只喜欢我自己喜欢，根本不在乎什么名门千金大小姐，更何况还是个徒有虚名天才设计师。呵呵，刚刚还和楚王在一起，
现在就成他的女朋友了。陈太太，好好想一想我刚才说的话，赶紧回去，别在这妨碍公务。走，咱们别理他。我们的女儿像他这样脚踏两只船，她也不可能是咱们的秘密。走，等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住在我家时的洗漱用品，陈太太可以拿去验一验。怎么可以？他们早就同居了。老婆，这样也好，到时候我把这个交给医生，结果一出来，你也更安心了。这太好了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不允许江云抢走我的一切。好了，江小姐，笔录做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江小姐，剩下的交给我就可以了。周先生，没必要再装了。谁说我是装的？谁说我是装的？谢谢你再次救了我。不过刚才听你说跟陈书和的联姻已经作废了，那我也算帮到你了，咱们两清。但是周先生不经过我的同意，就把我的私人物品擅自给别人，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说法？所以你到底是不是小孙本命？你认识小苏柏大师？我爷爷跟他是旧识，一直很欣赏。本来想邀请他跟周氏分，谁知道他一直被爆料抄袭，所以爷爷只有跟陈国民合作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他经常来我家，我有幸见过他几次。他的作品确实令人过目。你的意思是，本来要跟周氏合作的是蒋松柏？妈，爷爷本来是看不上陈梦的，后来发现他的设计有几跟蒋松柏的风采，所以是他，一定是他，是他干的。找死啊！我要去陈家，我就是蒋松柏的女儿。妈，怎么样？她是我姐姐吗？何儿，你爸爸已经让人去做身体鉴定了，你马上要多一个疼爱你的姐姐了。好呀，谢谢妈妈。哦，何儿，你和他养父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？哎呀，何儿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既然已经知道她是你姐姐了，你就把视频交出来吧，一个公道啊！妈，你就那么相信他跟那养父之间没有什么？那再说了，那亲子鉴定结果不还没出来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哎呀，你妈也是思母心切。虽然那个江离确实和他长得没有一丝相似，不过你也说了嘛，那亲子鉴定还没出来。你也觉得不是？妈，你是思女心切，那我就不是妈妈的女儿了吗？昨天明明是我的生日，你却抛下我。对不起啊，何儿，别难过了，是妈妈不好，我应该把你的生日宴会给搞砸了。他一边跟哥哥暧昧不清，一边勾引异行哥哥，破坏了我的联姻。你还觉得她是我姐姐吗？谁说不是呢？谁说不是呢？你又来我家干嘛？你们俩，你不是我哥哥女朋友吗？陈楚啊，陈楚啊！怎么了，何？我可以跟你一起生活。妮妮，你真的是妮妮？你可认妈妈了是不是？太好了，以后就跟妈妈住一起啊！还有妹妹，妈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分明就是想来我们家过好日子。对，就是这样。
你之前哄骗一行哥哥把你带回家，又勾引我哥哥把你带到这儿，怎么现在又厚着脸皮冒充我妈妈的女儿？你为了过上好日子，真是不择手段。如果这里实在不欢迎我的女朋友，我现在就带走。女朋友？她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？对呀，周一行，我的女朋友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我都带江小姐见家长，她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啊？我的女朋友自然是跟我住在一起，你们谁有意见？小王，你名义上也是你的妹妹，我们又没血缘关系，更何况她也不一定是你女儿吧？啊，王，别拿江离开玩笑。都说了，周一行，这是我女儿，是吧？没错，我喜欢的人是陈少。这怎么可以呀？他名义上可是你的。那你愿不愿意为了我跟你老公离婚呢？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给我滚！你们都滚！你们敢推我走？你讲对头了干什么？果然，你总会第一时间保护陈书豪。管好你女儿，我才是陈家第一，她敢跟我走？爸，你看看，都是你害的！我累了，那我去休息吧。妈，真的要把他留在这儿？和妈妈让他留下吧，让你妈带他下去休息。多谢周先生送我过来，就不远送了。一行哥哥，你真的喜欢那个江离吗？不明显吗？我知道你在骗我，你只是不满包办婚姻，但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。我从小就喜欢你，我从来都不喜欢你，不明显吗？只能委屈你先出一下客房了。放心，房间啊是有专门的佣人天天打扫的。你刚才没有介绍那间房。哦，那是你陈叔叔的书房，平时除了有专门的佣人进去打扫，连我他都不让随便进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可以走了。那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是你女儿的话，就什么都别说。你这副鬼样子，做给谁看呢？爸，你为什么要同意江离住进来？你不会也觉得他就是？他不会是。爸爸，你放心，我让他住在这个地方，自然有我的用处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和你抢你女儿。爸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当然了，现在我们和周氏集团的合作还没有断，他们也需要你在天才设计师的身份卖最新的主打款，好好表现，还有机会的。阿姨，快来帮我处理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把水弄得到处都是？是那个江小姐撞到了我。可人呢？我拿完货包回来，她就不见了，应该回自己房间了吧？赶紧把它弄干净。是。
啊。这是科技班人的设计稿，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再这样，还分你呢。之前还觉得你挺聪明的，现在你在我家喊我菲林，你觉得你是干了什么才不会服皮？啊？你求他不如求警察，江小姐。你从我书房里到底拿了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大清早的发什么脾气啊？你们俩别拿你龌龊的思想来想我们啊！哟，我的好哥哥，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纯爱了？你跟女人在一起还能因为什么呀？你被我出狱！你是不是拿什么东西了？给我！爸爸，你看他！怎么？我就和张烈不上有一腿，你又能怎么样啊？你还真是饿了，什么都吃得下。你说这话前能不能先瞧瞧你自个儿长什么样子啊？你好意思这样说江子吗？你跟他是不是有一腿？我不想知道，但是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啊！你说什么？这是我昨晚连夜叫人加急验的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你为什么骗我？到底谁骗谁啊？当初是你们二人勾结，泄露了我爸的设计稿，然后再倒打一耙，说他抄袭，对不对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说什么你很清楚。说说看，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你们这里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对了，这确实是老蒋的。你忘了，当年老蒋的别墅被强制执行的时候，我帮你抢行李，这设计稿掉在地上了，我觉得挺可惜的，所以说我就把它捡起来，一直收藏到现在。胡说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这明明是你，你为了过上有钱人的生活，真是费尽心思呀！你和异形哥哥当初怎么看上他的呀？被这种新居女给骗！你到底是谁？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在家勾引你养父，出了门了，你竟然还敢勾引你这大少爷！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打我？我是你妈，我怎么不能打你的？我生你养你这么多年，你有何荣誉吗？生了！你这个白眼狼，为了认有钱人当妈，连我都不认呐！妈妈，你怎么这么苦？他做一个很单纯，找个没钱的人养父，你想要钱，怎么可以对他？现在连我都不认呐！他养父是他后爸，可不是嘛！实在是太丢人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实情。生父也好，养父也罢，都是他父亲。你们沟通好，对不对？还有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是来作证的，我一直跟江离一起摆摊，
他一直说自己很仰慕蒋松柏大师，还说自己要是他女儿就好了。说实话，我们谁不仰慕这样的人呀？可是没人像他一样，整天挂个假戒指，还非说是蒋松柏大师亲手给他挂上的。对，他从小就念着那个什么大师，人家都是为了这个。江离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自己得了臆想症，找个假戒指就来冒充我妈妈的女儿，结果呢？那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，现在你还要倒打一耙诬陷我爸妈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赶紧把你女儿带走，不然我让你们一起坐牢！你这个小贱人，给我滚回去！他说的，您信吗？妈，你还犹豫什么？难不成你对我的爱恋是假的？难道你非要一个骗子当你女儿？妈，我对你的爱怎么会是假的呢？够了！我的确不是你的女儿，因为我怀疑你和你现任老公害死了蒋松柏大师，所以我故意勾引陈楚王，就是为了混进陈家，就是为了把你们家搅得一团乱，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好过。你这么恶毒，所以是不是你们害死了蒋松柏呢？我怎么可能害死自己的老公？陈太太，你现在的老公是他，跟蒋松柏比，你又更爱谁呢？我妈妈当然爱我爸爸，就算蒋松柏大师以前是她的老公，那都是过去式了。人呐，总是要向前看的。 돌아서지 말아요 내 사랑아 다시 마음 돌려요 내 사랑아 这完全是个小镇惹的事，完全不知道。不知道我女朋友做错了什么事，值得让你们陈家人生这么大的气。一行，你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我们陈家，就是为了你这个骗子啊！一行哥哥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她根本就不是我妈妈的女儿，而且她前几天早上。 他还穿着睡衣勾引我哥哥，还被我爸爸撞见了。一行哥哥，他昨天都拒绝了你，选择了陈楚望，你还要维护他吗？陈大小姐，与其担心我的感情生活，不如多担心你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们陈家人都不看实时新闻呢？天才设计师陈家大小姐陈淑华被曝一直靠买他人花费屡屡不够，周氏集团下架并追回了最新技术大款富士。 核实了这一点。陈叔，你疯了！你不要下来！你搞他干嘛呀？那副上不了台面的样子，要不然周家也不可能马上跟我们退婚。那又怎么样？他们周家不愿意娶，我们何还不愿意嫁呢？你懂个屁呀！他没有设计天赋。 又嫁不进周家，你生的就是个废物！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这难道是我的错吗？这就是你教的女儿，以后别教了，以后我来教。等等，把她给我拖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说这是不是他的报应？你果然不是我的女儿，你是个恶毒的女人！你滚！你给我滚！周先生，如今你也已经得愿所偿了，还出手帮我，
是我还有什么可利用的吗？江离，我是真心。你为了斩草除根，不惜下架周氏所有最新季主打款，一定损失惨重的。你把我的用品交给陈家，确实是真心的想证明我就是蒋松柏的女儿。我的确想证明你是蒋松柏大师的女儿，那是因为你就可以利用我的身份和设计，重新打造一个天才设计师了，对不对？周先生不是一直说我很聪明吗？又被我猜到了。你那对眉眼确实跟你爸爸当时一模一样。周老，叫我爷爷就行了。你都跟一行都在一起了。我没有，周先生这样的人怎么会看得上我？是他配不上你吧？啊，是这小子惹你生气了？我揍他！哎呦，你还是向着他的，别生气了。是这小子惹你生气了，我揍他。嘿嘿，你还是向着他的，别生气了。好了，爷爷，这是爷爷做的亲子鉴定，你的确是蒋松柏大师的女儿。我并不是为了利用你的身份和设计，重新打造一个天才设计师。我和爷爷是真心想帮你。上次去陈家所发生的事情，一行都跟我说了。你爸爸当年和我是忘年交，当年他被曝抄袭，直至自杀身亡。我怀疑这里边一直就是一个阴谋。我也不是没有怀疑过陈国民，当时我正在调查他的时候，他的老婆他的前妻就在他的书房里点火自杀了。过后我参加了他的葬礼，我看他已经不成人样了。之后我看他把你爸爸的事情办理的妥妥当当的。后来你妈又跟他在一起了，他跟我报的这些设计都蛮不错的。这么多年我就给了他机会，没想到事情现在竟然是这样。那有没有可能他爸爸偷蒋松柏的设计图，就如同现在他女儿偷江离的一样？您的意思是，从他前妻去世开始，就是阴谋？这费尽心思取回来的就是不一样。想当初，我妈只是跟你真挚几句，你就让她去死。你要是闲着没事干，你去把江离从周一新那边给我弄回来。你还要把江离弄回来？他害得我女儿还不够惨吗？都听你的，把房间都给他准备好了。那是给妮妮准备的房间，他又不是。周家利用舆论抹黑我的女儿，无非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是抄袭。如果我的女儿拿出惊人的设计，这谣言就会不攻自破。你说的对，只要何安画出新的设计稿来，他就可以。就他啊！你还没有认清现实吗？你生的女儿就是个废物。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原因啊？你要是把江离给我娶回来，那不就可以给何儿画你的设计图了吗？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同意他住进来，打的就是这个算盘。你就说他可能是我的妮妮。爸，您当初娶我妈是因为她怀的是个儿子，不知道娶我郑阿姨又是因为什么？当初是你们二人都泄露了我爸的事情调查一卡，是他抄袭。你在说什么？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你们这里？当年你说帮我收起来的老蒋的东西呢？老婆啊，我给你收着呢。刚才是我对不起，不该惹你生气。你今天也累，要不你先去休息，等一会儿我把东西给你拿过来啊。小姐怎么样？小姐，您先下了。但我现在没有确凿证据，就算我在他书房发现了爸爸的设计稿，
也证明不了啥。所以你才会自欺暴露，让他们自乱阵脚或者离间的。可惜了，所有证据都没有了，就连他们父女俩诬陷你养父跟你的关系的视频都没有了。我只好找人把网上的视频全部都删掉。你们是不是真的想帮我？我承认，我之前利用你，但如今爷爷都在这儿，你还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？好，那你现在立刻在网上宣布，要和我订婚。啊？没用的东西！你周家已宣布和江离订婚，就算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也定在耻辱架上，无耻的阿斗！不行，哥哥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喂，知道了。没想到你还挺了解陈叔，他的确按耐不住，我们的人已经趁机追踪。不管他多可恶，但他对你的感情都是真的。江离，我再说一遍，我喜欢的人只有你。所以，江小姐，既然已经官宣了，不如把订婚宴办了。再说吧。叫你平时满肚子坏水爱算计，如今你说你是真心的，都没人信了吧？据悉，江某在养女房间安装摄像头，并拍摄其隐私照片高达上千张，还意欲对其实施侵犯行为。现证据确凿，需将犯罪嫌疑人提高到最高法院进行提审。你这个欠杀的，我这么信你，你竟然骗我！这个贱丫头有什么好的？还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那现在还怪自己的养女。你这花脸婆，我早就受够了。他恐怕还不知道，张丽就是当年长松白大师的亲生女儿，如今还跟周氏大少爷订婚了。你们说什么？他们竟如此不知好歹！这个贱丫头，你骂谁呢？你这个小贱人，把我们家害得这么惨，你还敢来这里？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攀上有钱人了？就往上说呀，对不对？当初你们开车撞了我，觉得我能干活，便把我带回家，不但抢走了我脖子上的项链，装修房子置办门面，还只会让我赚钱，不然对我非打即。打死你！今天我本不该来的，我来就是要告诉电视机前的所有人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，因为有些人跟人贩子一样可恶。另外，希望那些领养孩子的人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，既然领养了，就好好对他们。据悉，张某在养女房间安装摄像头，并拍摄其隐私照片高达上千张，还意欲对其实施侵犯行为。现证据确凿，需将犯罪人转移到更高法院进行提审。你不是说她不是我女儿吗？这都是周家搞的阴谋，为了针对我们陈家故意的。他为什么要故意针对你？我的妮妮原来是被人撞了以后才拐走的。是你故意找那个人贩子养我，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你怎么可以？还说我呢，都是你和蒋春白生的好女儿，把我的女儿给害惨了，你还跟我生气？原来你娶我是这样。陈书和在吗？我们拿到确凿证据，是他散播江小姐被人偷拍的隐私照，还涉嫌剽窃，现在需要他。不好了，大小姐跟我自杀了！你还来干嘛？
陈太太，江离也是您的女儿，就是你们把她害成这样子，这下你们满意了？你不就是想看我过得不好吗？现在你开心？对，我很高兴。但我还没够，你们两个害死我爸爸的债，还没算清。刚才是妈妈冲动，你别生气，快回去。放开我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大。妈妈是太担心你妹妹了。我可没有陈大小姐这样的妹妹。老婆，你别跟她解释什么，她本来就不是你的女儿，周家搞得鬼罢了，是吧？我女儿现在生死不明，你们还要来这里把她带走吗？放心吧，小郑，我们不是来带走你女儿的，是来带走她。佘先生，根据陈太太提供的证据，当年蒋松白的死跟你有莫大关系。你竟敢背叛我，拿着当年松白的那些东西就可以给我定罪吗？哼哼，他的那些设计作品当年也被曝抄袭，还是你为他平了反，所以我才彻底相信了你。唯独你拿去跟周老谈合作的那股，是他新设计一把做好的，就是因为那一你才给他的机会。还有一把是在你那，是吗？我已经交给警察去比对了。那又怎么？这能说明什么？那这些呢？这里面所有他当年推荐蒋松柏大师的设计稿，找人给蒋松柏放脏水的证据。我妈当年就是知道了他的秘密，才被他陷害致死。这是什么物品？你不想知道你母亲真正的死因吗？在吗？大少爷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太太。当年之前的只有几个佣人都被你爸爸斩尽杀绝，我也害怕，就躲起来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是夫人以前留给我的，谁知道当年我带你出去玩，再回来，他就被火烧死了。这个不要脸的疯男！要不是我妈当年供你吃喝，供你读书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靠着我妈，你才出人头地。结果你这郎辛苦被害死了。这个逆子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是不是胡说八道？警察自然会调查清楚。所以当年也是你故意骗我的，说你的戒指是在河边找到的，他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找到了当年典当铺的员工，还是你亲自吩咐他们做出一堆塑料品来混淆视听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好老婆，我的好儿子，你们两个居然联合起来对付，说这2天家里面这么安宁，女儿被关你都没有闹啊？原来是在算计我。当年我找你都快疯了，你骗我说他死了，我都想跟他一起死去，你处心积虑做这么多，只不过是为了你家妈妈的设计稿，你是最有意的。谁说我只是为了这些和你在乎？我是先认识你的，要不是你的眼里只有那个天才设计师蒋松白，我也不会醉酒和那臭婆娘在一块儿。不许你这么说我！为了这些，你做这么多事，我只是拿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
我有错吗？说的是，什么叫你该得到的？自己没天赋就嫉妒我爸爸，自己不中用还怪陈书和废物，就是被垃圾。我他妈！你撤！滚！爸爸，您在天上可以安息了，我也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幸福。没想到陈总如今真把陈氏经营的蒸蒸日上了，想跟我们周氏合作。你以为我今天是来谈生意的？别忘了，你老婆曾经是我女朋友。假冒的。那我努力一把，说不定可以成真呢。那陈氏明天的股票应该会先绿。那你也别忘了，我今天是作为兄长出席，也就是说，一会儿你老婆还得我去进场。等一下，我让他来的。陈书豪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最近状态不错，没有再闹事儿了。妮妮，妈妈是来给你送这个的。从你出生起，你爸爸就设计了这对对戒，专门给你结婚用的。你放心，这个我一直偷偷的珍藏着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所以才没有被盗去。我特意让人给你做出来。妮妮，不管你原谅不原谅妈妈，妈妈都希望能够亲眼见证你的婚礼，和爸爸一起。